遺忘是大腦最被低估的超能力。你有沒有想過，如果你能記住這輩子經歷過的每一件事、每一個細節、每一秒的感受，你會變成什麼樣？你可能覺得那太好了，考試不用複習，開會不用記筆記，吵架時對方說過什麼，你能一字不差地複述回來，聽起來像超能力，對吧？但真有這種人，醫學上叫超憶症，全球確診的大概只有幾十人。美國有位女性叫吉爾普萊斯，她能記住14歲起每一天發生的每一件事，你隨便說個日期，她能告訴你那天星期幾，天氣如何，吃了什麼，新聞裡報道了什麼。可你猜她怎麼描述自己的生活？她說這是一種折磨，因為她不光記得快樂的事，也記得每一次被羞辱的細節，每一次失戀的痛苦，每一個想忘掉的夜晚。那些記憶不是安安靜靜躺在檔案櫃裡，它們是活的，隨時會跳出來，帶着當時100%的情緒強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立杰。今天這期內容，我想和大家聊一個我們都害怕，其實卻該感恩的東西——遺忘。我們的文化對遺忘有種根深蒂固的偏見，忘記了就是記性差，記性差就是腦子不好使。我們買各種保健品補腦，做各種記憶力訓練，甚至害怕老了以後得阿爾茨海默症，本質上都是把遺忘當成了敵人。但過去10年，神經科學領域出現了一次重大的認知翻轉。科学家發現，遺忘不是大腦的故障，而是大腦的功能；不是系統崩潰，而是系統維護。你的大腦每時每刻都在主動、有策略地刪除信息，這不是缺陷，這是設計。2017年，神經科學頂刊《神經元》發表了一篇里程碑式論文，作者是戴維斯和鍾毅。他們提出了一個顛覆性觀點：遺忘才是大腦的默認狀態，記憶才是例外。你沒聽錯，大腦的默認操作不是記住，而是忘記。記憶不是自然發生的，而是大腦費了很大力氣對抗遺忘的結果。就像在河裡游泳，靜止不動就会被沖走，必須不斷划水才能停在原地。記憶就是那個划水的動作，遺忘才是河流本身。他們發現了什麼？大腦裡存在專門負責遺忘的細胞回路，這些回路釋放多巴胺，激活一種叫 ORACE 的蛋白質，再由 ORACE 指揮另一種蛋白質 Cofilin 去拆解突觸连接。突觸連接是什麼？就是記憶的物理載體。你的每一段記憶在大腦裡都對應一組神經元之間的特定連接模式，拆掉連接，記憶就消失了。這不是隨機損壞，而是精準拆除。大腦知道該拆哪些，該留哪些。2020年，心理學年度評論發表了另一篇重要論文，作者是安德森和漢斯邁爾。他們發現，前額葉皮層會自上而下抑制海馬體的記憶提取。什麼意思？就是你大腦裡負責決策和控制的區域，會主動按住負責記憶的區域，不讓某些記憶被想起來。這就像公司 CEO 對檔案室管理員說，這份文件封存，誰來調都不給。你可能會問，大腦為什麼要費勁刪除自己辛苦存下來的東西？2020年，福希特和胡爾伯特發表了一篇綜述，把遺忘的功能歸納為3個角色。我覺得這個歸納非常精妙。第一個角色，守護者。遺忘在保護你的自我認同。你有沒有注意到，記憶中的自己總比真實的自己好一點？那些讓你極度尷尬的瞬間，細節會隨時間慢慢模糊。那些你傷害過別人的時刻，你記住的版本往往比實際發生的溫和。這不是自欺欺人，是大腦在幫你維護一個能正常運轉的自我。如果對自己做過的每一件蠢事都記得一清二楚，你連出門的勇气都沒有。第二個角色，图書管理員。大腦容量理論上很大，但提取速度有限。想象一下，如果腦子裡塞滿了從小到大每頓飯吃了什麼，每次等紅燈等了多久，每個擦肩而過的陌生人長什麼樣，當你需要想起真正重要的事情時，得在這個信息垃圾堆裡翻多久？遺忘就像一個嚴格的圖書管理員，不斷把過期、重複、不再相關的信息從書架上撤走，確保你需要時重要的書就在最顯眼的位置。
2007年，庫爾等人在《自然神經科學》上發表了一項研究，用腦成像技術證明，當干擾性記憶被成功遺忘後，前額葉皮層的認知負荷顯著降低。翻譯成大白話就是，忘掉不重要的東西之後，大腦處理重要事情的效率變高了。第三個角色，發明家，這個可能最反直覺，遺忘居然能促進創造力。你想想，創造力的本質是什麼？是把看似無關的東西連接起來。但如果你對每件事的記憶都極其精確具體，反而很難看到事物間的相似性，因為你會被細節淹沒，看到的全是差異。適度遺忘會讓記憶變得更抽象模糊，恰恰是這種模糊，讓你能在不同領域間看到模式、類比和隱藏的同構。你有沒有過這種經歷？一個問題想了很久想不通，睡一覺起來突然就想通了。那不是因為你睡覺時大腦在加班，而是因為大腦在做減法，它刪掉了干擾思考的細節，留下了真正重要的結構。於是一睜眼，答案就在那裡。做投資這些年，我對這點體會特別深。你知道投資領域有個著名概念叫損失厭惡嗎？同樣是1萬塊錢，丟掉1萬塊的痛苦是賺到1萬塊快樂的2倍。為什麼會這樣？因為損失的記憶比收益的記憶更頑固、鮮活，更難被遺忘。我見過太多投資人被過去某次慘痛虧損的記憶綁架，那次虧損的每一個細節都刻在腦子裡，結果再也不敢在類似機會面前做出理性判斷。不是因為新機會不好，而是因為舊傷疤太清晰。他們大腦裡的圖書管理員在那個書架前罷工了。最優秀的投資人有個共同特徵，能從失敗中提取教訓，然後乾脆利落地忘掉失敗本身的情緒，留下規律，刪掉創傷。這不就是大腦主動遺忘機制的最佳工作狀態嗎？講到這裡，我想和你分享一個更古老的智慧。佛學裡有個核心概念叫放下。很多人以為放下是一種道德要求，好像佛祖在說你應該放下執念，不再貪戀。但從神經科學角度看，放下這2個字描述的恰恰是大腦最基本的運作機制。你想想，執念是什麼？執念就是某些記憶被過度鞏固，遺忘機制對它們失效了。失戀後反覆想起對方的笑容，被羞辱後反覆回放那個場景，創業失敗後反覆復盤哪裡做錯了。這些記憶就像書架上被釘死的書，圖書管理員想撤都撤不走。2024年發表在《分子精神病學》上的一篇論文發現，主動遺忘機制受損的人更容易出現闖入性記憶，就是那種不請自來、強迫性的記憶回放。這恰恰是創傷後應激障礙的核心症狀之一。換句話說，不是因為你記性太好，所以放不下，而是因為遺忘功能出了問題，該刪的文件刪不掉。你可能聽過禪宗那個著名故事，神秀說，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台，時時勤拂拭，勿使惹塵埃。這其實是在說，你要不斷主動遺忘那些負面、干擾、遮蔽的東西，保持內心清淨。但慧能說了一句更徹底的話，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台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。你品品這2層的區別。神秀在說你要學會遺忘，慧能在說當你把遺忘做到極致，會發現那個需要被保護的自我本身也可以放下，連圖書管理員自己都可以下班。這和大腦主動遺忘的邏輯有着驚人的同構。大腦的遺忘系統不是為了保護某個固定自我而存在，它是一個動態不断更新的過程。今天的你和10年前的你，絕大部分記憶已經不同。你以為那個恆定的自我一直在那裡，其實它每天都在被重新編輯。有意思的是，當我們把目光轉向人工智能領域，會發現 AI 正被一個和遺忘直接相關的問題深深困擾。這個問題叫災難性遺忘。當一個神經網絡學會任務 A， 再去學任務 B 時，會把任務 A 的知識忘得一乾二淨。它不是選擇性遺忘，是全忘。就像學了英語之後，中文突然不會說了。人類大腦從來不會這樣。學騎自行車不會讓你忘記怎麼走路，學日語不會讓你忘記中文。為什麼？因為人類大腦有精密的主動遺忘機制，知道該忘什麼，留什麼，知道怎麼在新舊知識間維持平衡。
2023年，自然機器智能發表了一篇論文，研究者借鑑果蠅大腦中主動遺忘的生物學機制，設計了一種新 AI 架構。結果發現，給 AI 加上類似生物遺忘的功能後，持續學習能力大幅提升。你看到這裡面的諷刺了嗎？人類拼命想讓自己記住更多， AI 研究者卻發現，讓機器學會忘記才是通向更高智能的關鍵。不光訓練時需要學會遺忘， AI 工作時也面臨同樣問題。今天最先進的大語言模型上下文窗口已經能裝下100萬個 token 了。按理說，給它的信息越多，應該越聰明，對吧？事實恰恰相反，大量實驗表明，上下文窗口塞得越滿，模型表現反而越差。因為塞進去的信息裡大部分是干擾項，模型要在一大堆噪音裡找到真正相關的幾條線索，就像讓你在堆滿雜物的倉庫裡找一把特定鑰匙。倉庫越大，雜物越多，找得越慢，越容易找錯。所以真正優秀的 AI 工作流，不是把所有信息一股腦灌進去，而是像大腦的图書管理員一樣精心篩選，只保留當前任務真正需要的信息，把上下文控制得剛剛好。你看，連硅基智能都逃不過這個規律，不是容量越大越好，而是管理越精越好。這和生物大腦主動遺忘機制的底層逻輯完全一樣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冥想研究也在印證這一點。好幾項腦成像研究發現，長期冥想者的前額葉皮層活動模式發生了变化，對情緒、記憶和自動化思維的意志控制能力顯著增強。翻譯一下就是，冥想可能在訓練你大腦裡那個圖書管理員的工作能力。那些冥想老手不是記性變好了，而是遺忘變得更精準了，更擅長決定什麼該留，什麼該扔。所以你看，從神經科學到佛學，從 AI 研究到冥想實踐，所有看似不同的領域都在指向同一個結論：智能的本質不是無限記憶容量，而是精準信息管理。而信息管理最核心的操作，恰恰是刪除。我经常說，我們活在一個信息過載的時代，每天刷手機、看新聞、聽播客、讀文章，以為自己在獲取知識。但你有沒有想過，獲取的信息裡有多少真正值得記住？有多少只是占用了大腦書架的空間，讓你在需要做重大決策時，反而找不到那本真正重要的書？古人說，學然後知不足。但我想說一句更狠的，真正的高手不是學的最多的人，而是忘得最精準的人。知道什麼該記住只是聰明，知道什麼該忘掉才是智慧。也許真正的智慧不是記住更多，而是忘掉更多。不是往大腦裡塞更多東西，而是讓大腦裡的图書管理員更勤快的工作。你的大腦每秒鐘都在為你做这件事，默默不求回報的替你整理着那個龐大的記憶圖書館。只是你從來不知道，也從來不感謝它。下次忘了鑰匙放哪裡時，別急着罵自己記性差，也許大腦只是在忙着幫你刪除更不重要的東西，好讓你騰出空間，想清楚真正重要的事。這世上最好的記憶，不是什麼都記得住，而是知道什麼該忘。你最想忘掉的是什麼？又有什麼東西是大腦一直替你記着，你卻希望它幫你刪掉的？歡迎在評論區聊聊。我是王立杰，我們下期見。